这是1000万吨东北大米，1000万吨大豆，1000万吨玉米。它们各自堆积起来的高度将超过1000米，足以满足2亿中国人1年的主粮需求。但是现在，它们都将凭空消失。这不是魔术，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最近10年里，由于东北黑土地不断退化和流失，导致我们少收了超过3000万吨的粮食。据科学家推测，如果这场危机持续下去，东北的黑土地将在100-200年的时间里全面消亡，我们将失去一切。拯救黑土地，刻不容缓。首先，让我们轻轻抛开这片大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100年前的东北黑土地，黑土的平均厚度超过70厘米，真的又肥又厚。这边是今天的黑土地，黑土的平均厚度只有30厘米，看起来只是变薄了一些，对吗？但如果它的面积超过2.5亿亩，这就意味着，东北消失的黑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它们去哪儿了？看，在我的身旁是一条宽大的沟渠，它的宽度超过10米，长度则有好几百米。在沟渠的两侧，能看见大量的土块直接垮塌，而在沟渠底部则堆积着厚厚的黑色泥浆。这就是青石沟。在雨雪天气的作用下，这条青石沟每年都将吞噬大量黑土，不仅冲走土壤中氮磷钾等肥力，而且还会极大影响农业机械的运作，甚至直接损毁农田和庄稼，最终导致粮食减产严重。但可怕的是，在东北，大大小小的青石沟总数已经超过了66万条。如果将它们全部连在一起，那将是一条长度超过23万公里的吞噬裂缝，吞噬的东北大地，损毁了超过500万亩耕地。要想拯救黑土地，我们必须缝合这条大地裂痕。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青石沟缝合起来，阻止黑土继续流失。你应该怎么做？首先，人们将沟头和沟壁削平，堆砌石笼，保护黑土不受水流跌落的冲击。然后继续沿着沟道修建石质古房等微型水利工程，减少水流冲刷。第3步，在石块下方的沟内设置柳条篱笆，栽种柳树、紫穗槐、胡栀子等根系发达的灌木，不仅将水流冲刷降到最低，还能拦截被水流带下来的少量黑土。当这些植被越长越大，曾经流淌着黑色泥浆的青石沟会变成镶嵌在农田里的小型绿地，既能排水，还能拦截黑土。恭喜你，你终于学会了大地缝合术。事实上，治理青石沟已成为当前东北黑土地保护的重点工作。在最近5年里，人们已经治理了超过7000条这样的大型青石沟。但是，旧的伤痕容易愈合，如何才能防止新的青石沟不断产生？首先，我们来开始一场耕地比赛吧。这是你家祖传的耕地拖拉机，而这是你家的东北黑土坡耕地。3、2、1，我先走了。不出意外的话，你将选择最传统的耕作方式，沿着山坡直上直下，建起一条条顺坡的田垄。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水流沿着垄沟直冲而下，只需要短短几年时间，就能冲出一条新的青石沟。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让拖拉机沿着山坡的等高线耕作田垄，一圈圈的播种，你会发现，这些田垄就像无数道微型的水坝，可以起到拦截水流的作用，大幅减缓水流速度。再配合高效的农田排水设施，就能大大降低青石沟的形成速率。恭喜你，现在你发明了等高线播种法。不仅如此，对于坡度更大的耕地，
人们也可以将其改造为一级一级的梯田，更好地保持坡耕地水土，避免形成侵蚀沟。甚至在部分地区，人们还会利用无人机、无人驾驶拖拉机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装备，精准高效地帮助人们完成等高线工作。它们同样是防治侵蚀沟的超级军团。但即便我们可以减缓新的侵蚀沟不断产生，却无法根治这片土地的水土流失。除非我们能够创造黑土，甚至复活黑土。现在，请和我一起变身，缩小，深入地表之下。这里就是黑土宇宙。这些颜色发黑、触感 Q 弹的物质，就是腐殖质。它们是近万年来东北大地各种动植物残骸被分解产生的有机质，和土壤中的其他微生物一起，共同构成了土壤有机质。这些物质赋予黑土以生命，一方面让土壤具有成团性，变得更加疏松透气；另一方面，还可以让矿物质变得更容易被植物根系吸收，提升土壤肥力，保障农作物长得更加茁壮，获得更多收成。这就意味着，想要创造和复活更多黑土，我们就必须全面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但在今天的东北，黑土地早已被开垦为大面积的耕地，已经没有足够的天然植被来转变为有机质。怎么办？其实早在10多年前，东北的乡亲们就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便是秸秆还田。人们将收获后的秸秆覆盖在黑土地表面，任其分解，这样可以培育蚯蚓和土壤微生物，改善土壤生态，同时还能让腐殖质不断渗入土壤内部，自上而下增加黑土地的厚度，就像是给黑土地做了一次厚厚的补水面膜。这就是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少冬技术，通常适用于黑土层较薄的东北南部地区。在吉林四平梨树县的示范区，不到20年，这里的黑土地有机质便提升了约17%。除此以外，人们还会将秸秆粉碎后与有机肥混合，再翻入黑土地内部，让它们在地下逐渐分解，同样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就像给土壤做了一次深度医美。这就是秸秆碎混翻埋还田技术。这种方式通常适用于黑土层较厚的东北北部地区。在黑龙江绥化海伦市的示范区，经过10余年的治理，很多农田的地表冰作层已经恢复至30厘米以上，玉米和大豆也增产了11%左右。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黑土地的形成非常缓慢。在自然环境下，每1厘米厚的黑土形成都需要数百年时间，但它的消失，可能就是几场雨雪，或者几年的不科学耕种。这就意味着，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这里是位于北纬47度的黑龙江齐齐哈尔，不过在你眼前的既不是黑土地，也不是侵蚀沟，而是飞鹤奶粉的大型奶牛饲养场。没错，复活黑土地的秘籍就在里面。在我身后是3000多头奶牛一天产生的干燥牛粪。啊，这个味道。这边是从飞鹤专属农场收来的风干玉米秸秆，将二者混合在一起，使用飞鹤历时6年研发的新型发酵工艺，只需要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能生产出富含腐殖质的有机肥。这些有机肥中富含腐殖质和其他各种有机物。现在，请和我一起把它们撒向这片黑土地吧。今天的飞鹤每年可处理4万吨秸秆、10万吨粪污，生产沼气700万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40万吨，还能生产有机肥5万吨。还田后，可让1.4万亩黑土地的有机质提升1%。1%，听上去很少很少，对吗？但是，它却意味着，在未来，黑土地可以被我们复活、拯救。但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或许任何一片土地从来就不需要人类来拯救，我们拯救的终究是人类自己。从全国层面上，自2006年起，飞鹤建立起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的第一条农牧工全产业链，带动了17万个就业岗位，让100多万亩土地不断增值，盘活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产业链。这
才是真正的与黑土地共生。10年的时间，那想必对这份工作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吧？收入在当地来说，就是整个就是科东地区或者是齐齐哈尔地区这个工资飞鹤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